大家好，我相信川普和马斯克的这个绝交之惨烈，让大家还是一方面有吃瓜的感觉，一方面有一些人会觉得格外的惊喜，有一些人觉得格外的失望。总之还是挺让人错愕的。学长就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故事的寓意哈。我在我的频道里头讲的这些电影，特别是《冰雪暴》啊、这低俗小说等等。其实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个在纳粹时期被迫害致死的一个牧师潘霍华的一句话哈，他说，基本上我简化的版本就是愚蠢不是智力问题，而是道德问题。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说觉得这两个人不聪明吧？他们从智商上来讲，我相信一定是分布在非常前列的。但是这一次两个人，特别是伊隆马斯克所暴露出来的这种愚昧啊，他的这种口不择言，然后在自己的 X 平台上简直变身为昔日的方舟子这样的一个疯狗的形象呢，还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哈。我们也知道伊隆马斯克当然是绝顶聪明，当然我们也知道他可能有一点点自己自称是阿斯伯格症，也就是自闭症的一种，他是某种程度上的那种缺陷天才型的选手啊，而且他真的是说天才程度可能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确实是名列，可能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吧，我相信没有太多人有这样的争议。那这个故事的寓意到底能够给我们个人的生活，甚至说生而为人的一些基本的智慧有什么样的启示哈？今天这是主要讲的事情。那中国老话说君子断交不出恶声哈，这个两个人我们还是得先说说因为什么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也可以觉得适度的比较一下这两个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甚至说他们在职业上的这种相同点和不同点，他们思维方式上的这种相同点和不同点，然后也最后当然回归到就是说是不是还是有一个超越这样的一个表象的道理存在，对吧？那我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宇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就像现在我没有任何的稿子跟大家即兴的这样的一个漫谈，也不会做剪辑，所以您觉得说的哎怎么这么啰嗦，怎么口条这么不顺，都是很正常的，请您包容。好吧，我们先说一说这个两个人交恶的一个基本的原因。那表面上看起来呢，当然是说是 The Big Beautiful Bill 哈，这是川普口中的大而美或者是大漂亮法案。那这个法案当然关系着美国的国运，关系着很多人的生活。那总体来讲呢，马斯克是说这个法案里头充斥着太多浪费哈，为什么啊？我们说是要新政，我们要改革，我们要杜绝浪费腐败，怎么搞的？大家最后商量了半天，等于说还要追加预算呢？啊，尽管你有这个说所谓的南方边境，我们要增加自己军力，有很多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你一方面其实在削减 Medicaid， 其实然后有一些很重要的涉及到最底层的人的一些需要呢，哎，你最后搞了半天，一方面减税，一方面提高了这么大赤字，那美国的国债已经这么惊人了，然后光这个利率每一年付出的和军费差不多，这不国家叫完蛋嘛？所以伊隆马斯克对这个法案极其的不屑哈，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比较温和，但是在前一段时间呢，他突然就发一推嘛，对吧？就说这法案简直是恶心透了哈，他用了一个 disgusting abomination 是上帝的憎恶啊，这个词本身就是说这东西简直是上帝是看起来是极其恶心的一个东西。然后这句话说完之后，川普在白宫一次即兴记者会啊，这也是大统领的一个风格，就是每一天谈什么重要的事儿都给记者一个随便提问的一个机会啊，什么都能问，什么都能答，就是这样的一人。所以他就说啊，我对他其实挺失望的，说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还能不能像以前这样了。然后之后呢，你看伊隆马斯克就开始升级哈。
那还是我们不说那个，等一下也许再可以说说 Elon Musk 说的哪些话是格外的过线的话。那 Big Beautiful Bill 当然是川普在中期选举之前，特别是在今年的国庆之前，他就想赶快过了，因为这是他能够向他的选民去兜售，你看这是我的一个成绩嘛。那众议院也都差不多搞定了，然后就以1票之差差不多通过。那现在在参议院还在审嘛？你说川普难道真的希望就是说这个 bill 这么大吗？要有这么多赤字吗？但是你觉得他有办法吗？对吧？反正就是说这是一个表面上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川普自己说的哈，这个不一定是真相。他说这个 NASA 美国宇航局的这个首领的任命，那当然 Elon Musk 自己本身人家有 SpaceX， 也承担很多美国宇航局的这个发射的这种任务。说实话，确实他是很资深的。他推荐了一个人呢，结果就被川普后来说，哎呀，我们不打算任命他哈，再觉得他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呢？因为这哥们儿以前是一个民主党的一个 donor 哈，一个金主。他说：“我们现在共和党执政，我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偏向民主党的人呢？对吧？所以就没有采取 Elon Musk 这个意见。这个人在 Elon Musk 看起来，那绝对是太胜任了哈，就是说在技术上也是专家，然后各方面都很出色。那 Elon Musk 就觉得说挺不爽，但这个后面不爽的缘故，又跟下一个原因，也就是说 Elon Musk 这个人的个性呢，在这样的一个团队里头，他已经当惯了老板了，他已经当惯了一个特立独行的猪也好，还是说猴也好，没有人能够管得了他。他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也不会在意别人的想法。但是白宫是一个团队啊，白宫有自己的人事部门啊，他有自己的任命的一种体系啊。所以他在一个内阁会议上，而 again 这个也是大统领的一个特色，内阁会议经常就和一场秀一样哈，在那么小的一个房间里头，整个的这幕僚都20-30号人，然后还要塞进来一堆记者，灯光也不怎么样，然后大家就说，哎，各部门汇报一下自己的工作吧。我们其实能够看到 Elon Musk 在这个内阁会议上说话的时候，一般来讲还挺尴尬的，其他的内阁成员一般不给他以微笑和这种轻松的支持。这本来熟悉办公室政治，你就知道这人缘超级不好，可以想象他的这种个性怎么能在一个行政体系里头待着呢？对吧？所以他背后和这种白宫幕僚，特别是这个 White House Human Resource 的这个 Director 呢，实际上是已经发生过非常激烈的冲突。那在刚刚川普入白宫的时候，就已经有八卦消息出来说啊，这个 West Wing 哈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更不要说。马斯克真的是，只要说我跟你有一点不同的话，他是毫无情面的回怼的哈。他像他骂这个川普的关税的顾问纳瓦罗的时候，那说的是什么？这简直就是傻叉是吧？一点都不顾及，就说这是一个团队的形象。你想，川普作为大统领，他当然要平衡大家的意见，他也要公听叫什么？公平的听取大家的意见啊。公声明偏声暗嘛，对不对？他得听不同的意见的交锋，然后最后让他做决策，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吗？但在这样的一个团队里头，有这样的一个超级自我的一个人呢，我相信只要有任何管理经验的人，你都会知道说这个人可能待不了太长啊，不管他能力有多强，他可能最后造成的这个负面的效果，有可能比他正面的效果还要多。那川普还在说的一个说法，也不一定是真的哈，说我们就是把这个对电动汽车的这种补助，特别对特斯拉的一些补助给撤了，所以在这个法案里没有这个呢，所以 Elon Musk 说不高兴，因为这个好像动到了他的奶酪，但这个东西不一定是真的，因为Elon Musk 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呼吁说，我并不需要你们的补贴 ，OK， 我这个企业本身在市场上，你只要给我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的产品我信得过，所以他是不是有这样的 concern 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倾向于相信没有。但我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骄傲哈 ，ego 这种自大心的这种交锋，我倒觉得他们能够在这个层面
能够比较好的管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界限感。我相信即使说从前几个月来看，Musk 虽然说你看到川普总是对他有一点点戒心，即使两个人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川普不会用眼神去很好的去背书 Elon Musk 说的所有的话，但是这个 ego 本身可能是以另外的一种形式所体现的，就是说 Elon Musk 说我可以在您的这种英明伟大的领导之下比较的服从，但是您身边的这些人，这跟刚才说第三点是有关的。别人一直说我的坏话，然后你从来不去给我进行任何的这种抵挡，然后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我自己花了这么多钱，我的这个声誉已经被左派人士搞得这么臭，对不对？然后天天骂的我，然后用燃烧弹攻击我们的特斯拉的 4S 店。我损失不比别人大多了吗？我财富实际上账面上的这种缩水也是可见的。为什么我这么辛辛苦苦的干活，你最后搞的就说啊，我有时候替你说话，有时候不替你说话，有时候压根不吱声哈。这样的一种觉得不被信任、不被器重、不被尊重的感觉，可能深深的伤害了马斯克的心。那其实川普知道他这样的性格，我觉得川普是一个对人性还是非常洞察力很强的人。虽然他自己也是一堆的毛病，他也是一个比较自大的人，极端自大的人 ，let's say。但是他还是照顾到 Elon Musk 的情绪。那段时间，在这个 Doge 政府效率部门，等于说特聘他作为特别员工的这个事情上到期了，那也专门在椭圆形办公室给他举行了一个道别仪式啊。说实话，这个已经是非常高规格了，而且那个时候两个人看起来都还不错，为什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呢？当然有人很多八卦的说法也不无道理。首先 Elon Musk 这个表现极其的不正常，是不是他因为嗑药的缘故，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深夜也不睡觉，可能长期缺乏睡眠，用各种的药物在支撑哈。你想他做多少事儿啊？这个如果是他嗑药的话，也没什么稀罕的，所以就有一点点控制不住了。但是这个他的这种复仇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几乎像成瘾一样，甚至比那种嗑药的这种成瘾性还要难以自制的这种东西，这个才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去仔细想一想的。当你觉得说自己被误会、被误解、被伤害的时候，当你希望去复仇的时候，那个复仇之火在你心中其实是真正把你能够进入完全不一样状态的那个火力哈。那个就像地狱之火一样，在你心中灼烧呀，然后你就心里头，你的思想里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路径，就说我应该怎么去伤害他，我如何去让他失去他的颜面，失去他的信用，我恨不得真的他就干脆肉体上消亡就得了。这是完完全全，我相信只要你诚实的话，你知道当你恨一个人恨到那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复仇的欲火实际上是非常难以克服的。而这个事情呢，又加上了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社交网络。刚好 Musk 又有这样的一个前推特现在的 X 的平台，他的粉丝又那么多，他手中拿的其实是一个就是即使是不是都喜欢，那也是几亿粉丝的这样的一个power 在哈。这个和指环王的索伦的那个感受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这个东西真的是说，当你这样的一个仇恨再加自己的权势混在一起的时候，你想克制那种不复仇，冷静下来，有点点耐心，显得有点点谦卑，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我觉得也许不需要是马斯克这样的天才过不去的坎儿，而是说可能所有的人都很难去逃脱的一个试探。那在这样的一个试探之下，社交网络的这种特性呢，又强烈的点燃了人复仇的这种可能性和这种实力和方式。
马斯克在 X 平台上那几天的这种推特，那真的就是疯狗方舟子当年去打韩寒也好，打罗永浩也好，那样的一种觉得让你极其不堪的那个样子哈。我是平生是最看不起的就是方舟子这样的人哈。你就是再有知识，你就是再聪明，但是我一眼就看透了，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极其邪恶的人。他们那样的一个邪恶是如此的可见，而且他们自己对自己的邪恶是如此的不见哈，这是让我非常错愕的。就这些人完全没有任何的一种反思，没有对自己的一种反照。你按道理你观察这个世界，你去绝对说我们可以评论什么，我们可以对什么发表一些意见，难道你也不想一想，就是说你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吗？如果说你都可以是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批评别人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把这样的一个人都是邪恶、自私、自利的人，都是有限、有罪、有死的这些东西都计价进去呢？然而他们就没有哈，所以社交网络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instant gratification 啊，即时满足。我发一帖，哗哗哗一下，几万人点赞，几百万人留言，几百万人转发，这个东西就把这条火呢，等于说火上浇油，和爆炒猪肝似的，砰一下然后眼前一亮，说嘿，接着干呗，对吧？本来您可以去休息的，他就又咳2颗药，然后再编出一个，可能还要编辑半天，怎么斗，怎么损，怎么能够伤害到对方，怎么能够把对方的声誉尽可能的伤害，哎。处心积虑带着这样的一种其实是很嗨的状态，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刻Elon Musk 在写这些推文的时候是多么嗨啊！这个嗨已经嗨到就是他已经完全丧失理智，然后他就一条一条这么发，然后他的这样的一个口不择言，你想他说的什么？说川普是一个 ingratitude 的人哈，就是你这人不感激，是一个完全不感激人的人。说你看，如果没有我的话，他根本都不可能胜选，也不可能拿到国会参众两院的席位。当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觉得几乎说整个共和党没有太多的人会站在他的身边了哈。选战你是出了力了，但是说实话，其他的人在人家自己能力范围内就一定比你出的少吗？川普难道整个的竞选真的是说没有你这个结果就完全就完全是不是这样的吗？未必哈，就是说历史不可假设。你可以说你出了立了功了，但是最好这个话是从别人那儿说的，就是说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面子是别人给的，脸都是自己丢的呀。当你最后其实在胜选的时候 Elon Musk 没有说这样的话，没有当时狂妄到就说哈，大家注意了哈，今天川普胜选完完全全是我马斯克一个人扛下来的哈，你们应该感谢我。他敢这样说吗？如果他那样说的话，他的愚昧在当时就已经暴露了。你可以这么想，你想和说仍然是两回事哈。而且你说出来的时候，圣经上的话讲，如果心里怎么想，口中就说出来，而且它是一个溢出来的东西，就是你说出来的仍然是你心里头想的可能的一部分，是冰山一角。在 Elon Musk， 如果你能说出来这个话的话，有可能他在心里头真实的认为，就是说他已经全然的在控制这个大选了，几乎说川普都可以说是一个 puppet 哈，是一个他自己的傀儡这样的一个位置，他才能说出来，就说我没有我的话，你都胜选不了。这个话实在是太愚昧了哈，这真的是暴露出来的。当你说他不聪明吗？不是，他聪明，但是他在那样一刻，无论因为什么的缘故，嗑药也好，自己的欲望、复仇的欲望也好，让他把自己的聪明完全用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的时候，所以这叫让聪明
反成了愚拙。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在智商很高的时候去做一个特别特别愚昧的事儿呢？绝对可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真善美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真相，需要一个东西来指引我们一个大概的方向。否则的话，你所有的用来的你的恩赐、你的才华、你的美貌，你全都可以用来做自己让自己看起来非常愚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而 Musk 在这一段时间里头表现出来这样的一种极端的愚昧，而且是说越聪明就越显得愚昧啊！这个事情是他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所以那个智商可能就是一个不管你多大的一个正负值的一个绝对值啊！你可以说你真的是坏到极处，你绝对值出来还是大家会觉得你很聪明，但是 so what？ 难道你不会，你真的愿意让别人觉得你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吗？而且他说这个爱泼斯坦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涉及到一个性犯罪、性贩卖的这样的一个大皮条客和很多美国精英人士的这样的一个有染的事情。他说为什么等于说司法部不去公开这些，不去公开这个爱泼斯坦文件档案呢？因为 Donald Trump 在这个里头说啊，然后他还加一句话叫什么bomb dropped， 对吧？就是给你们放了一个猛料，多愚昧啊！你说如果你有实锤，你就发出来，对不对？然后你把一个几乎是完完全全自己想象的捕风捉影的，已经被很多低级媒体炒作过的事情又拿出来说，然后自己后来又删帖，何必呢？对不对？就是说，如果说川普真的在爱泼斯坦档案上，而爱泼斯坦在谁的任上被害死的，大家想一想，难道不会有人把这个料早早捅出来？川普在16年开始竞选到现在，什么脏水没有泼到他身上过啊？什么假话没有安到他身上过？他有没有很多毛病？有啊，那个和这个 Stormy Daniels 的这个事情是真的呀。但是如果爱泼斯坦这个是真的，早就会被捅出来哈。所以我大概率我认为，就是说马斯克自己发完这个推，他后来想一想都觉得说，哎，这个不对哈。然后他还有什么问题呢？他分裂呀，对不对？你作为一个他7日的支持者，然后你说我要弹劾他，首先你这个事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言辞上的这样的一种被自己社交媒体的一个虚名的光环所去点燃的一个假的东西，你是能够赢得很多的赞呀。昔日其实痛恨你，甚至前几天还上街在那说反对这个叫什么寡头政治的那些人，可能都过来给你点赞了。但是他妈 what， 你这个东西到底的赢了个啥呀？啥也没有赢啊！大家就很容易在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体上，因为能多得一些评价、点赞、转发，什么话你都敢说，真的这个是个事情啊！我觉得每个人都引以为戒啊，千万还是不要说假话，不要说你自己不相信的话。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我就是要一镜到底不剪辑，反正这就是我相信的，这就是我的认知，我认知不多也没关系，反正我也没有必要去赢得你的赞，我也不稀罕你对我的承认，对吧？我只是为了讲这么样的一个道理嘛。所以呢，他还要要挟整个美国的联邦政府和甚至说以美国人民的利益为要挟。他说你要这样的搞的话，我们这个 SpaceX 从此我们龙飞船就不管你美国宇航局的事儿了。美国宇航局是川普家开的吗？啊？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小孩子气满地打滚哈？你想想他刚才用的这几个手段，造谣，然后要挟，然后吹嘘自己，然后搞分裂。所以说，你觉得 Elon Musk 真的是说会搞政治吗？他可以说是说真正参与政治的公共人物，
华丽丽失败当中也是头一号哈。在我看起来，你都已经半只脚都踏入政坛的人了，然后你却用自己的一个极端不稳定的情绪和极低的情商，然后背后自己所偶尔爆发的这种愚昧，一下就 disqualify 他未来任何可能在从事政府工作的可能性了。当然，也许他不在乎，但是他还吹嘘一句话，说什么？说川普，你还记得哈？你在白宫只有3年半，老子还能活至少45年呢。这个话简直是无知愚昧到家了。说实话，中国人都知道哈，阎王叫你今日死，你都活不过今天午夜，对不对？3更你都活不过3更。我忘记原话怎么说，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在生死这种事情上，你也要有一个基本的敬畏啊。这个生命不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也不是实际上不是由你父母给你的，他们只是生了你，然后你在世界上这个地上的日子，不是完完全全由你决定的，你有责任。但是最终的那个 arbiter， 那个 judge， 不是说你能够简简单单的去要挟的，这个基本上是已经在上帝面前夸口了，意思是说呀，我可以承受 ，so what？ 你真的决定你肯定能够活40多年吗？这个吹嘘的有一点点太托大了哈，所以种种呢，我确实是觉得说，川普还是以往的那样，他睚眦必报，这次实际上他已经非常的克制了。Again， 我觉得这是他的进步。Elon Musk 这次表现出来的是，可能也是当时左派人物觉得说这个人物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种缺乏同理心和狂妄的东西。但是从来没有像如此的去暴露他这样的一个愚昧。那我们再说说，其实川普和 Elon Musk 他们在人的层面上哈有什么样的相同和不同？首先，我觉得很有意思，说两个人其实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商人本身是通过创造价值，然后去获得巨大的财富，在一个自由市场上，他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市场就会给他这样的回馈。两个人实际上也都做到了哈，两个人也都有过几乎说完完全全要失败的经验，也都数次经历劫难风波恶，然后最后还是能够回来，甚至把自己的企业做得更大。然后两个人呢，也都还在电影里头出现担任过极其不起眼的角色。Again， 就是说这两个人，一般人我们说 bigger than life 的 figure 哈，就是说这些人都比自己的生活还要大，或者是屏幕上那些形象是 bigger than life。但是这两个人呢，是屏幕他们的真实的人生 bigger than screen life， 比那个屏幕上形象大多了，对吧？川普是什么小鬼当家里头演了一个过场的一个跑龙套角色， Elon Musk 在钢铁侠里头演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比那电影真的是精彩太多了。然后两个人都有反精英的这样的一种反骨哈，就是我真的说觉得说现在的这个带领整个世界秩序哈，带领整个的这个领导力的这些人都是废柴哈，他们都觉得看不上，他们觉得说啊，我是没做，我要做的话，我肯定比你做的好，而且他们觉得讨厌那种虚伪的东西。两个人都特别的直接，对，骂起人来都是天才，都一点不留情面。然后往往也能够一戳就戳到本质哈，让那个人就是被批评的人就是格外的难堪受伤，然后而且还说不出话来，因为人家说的大部分都还是真的，就是性情上呢都是这种睚眦必报的人，然后也都是极其骄傲极其自负的人，觉得这事儿没有什么，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老子铲不平的哈。然后两个人，所以呢你就看都有一个各自的社交平台哈。Elon Musk 买推特的时候，当然他有自己其他的想法。实际上，我也觉得说，感谢 Elon Musk 那时候买了推特啊，使得这个美国的言论自由能够得以续存，这个非常非常关键。我相信，只要是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感谢 Elon Musk 做了这样的一个事儿，而且他也亏了很多钱。川普呢，也是因为当时在 Facebook 也被下架，在推特上也被封号，简直就是 YouTube 他也发不出东西来，他几乎就是说完完全全被掐住了这个嗓子哈，不让说话。那他自己搞了一个 Truth Media Social 啊，真相什么社交平台
哎，虽然说影响没那么大呢，但是好歹也是个上市公司，人家天天在那儿发的东西呢，也会被媒体反反复复的去摘抄、去炒作。不管怎么样，反正他有一个自己运营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化成了两个人，就是说在这种性情上，在对待世界问题上，在处理问题，在和人际关系上呢，就有很多相似之处啊。他们都是，川普也是，我觉得川普现在的一个问题，很多的时候也和这种 instant gratification 有关。不能够延迟满足哈，你呢？按道理，你如果说你真的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是一个 4D 象棋哈，四维的一个象棋，那你有时候就要隐忍啊，你要明修啊，栈道暗度陈仓啊，你不要把天天就是说把这个媒体搞过来，然后天天都要搞个大新闻出来，何必呢？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有那么多人有这样成瘾性的消费你这些政治新闻的胃口吗？也未必。但是他就这种，我觉得也是时间长了这种不安全感，好像我一天天不占据个头条呢，我好像今天啥都没干啊。这就和甚至说你自己，如果说不管你做自媒体也好，是在自己生活中在工作上写工作报告也好，没有必要啊。我觉得说，甚至在人际圈里头，你干嘛一定要占据这个话题的中心呢？你一定为什么要大家都不轮着你转，你就失落了呢？这都需要，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检讨检讨啊。虽然不是我们都不会像他们那么狂妄，但是我们小毛病上又是同构的。说白了，你说方舟子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和伊隆马斯克，虽然他两个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是在这个愚昧这个事情上是完完全全是一个结构一个质地的哈，是一样的，咱们都是一样的，这个是可以比的。在这个愚昧和罪性的方面，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啊，而且说真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对吧？你越聪明，你越要想办法要以德服人呐，对不对？你不能说不讲武德呀，你就觉得说老子就是有聪明，老子就是有权势，那你最后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傻叉。那个如果不好好的去 regulate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本性而来的罪行的话，那说了这么多相同的地方，那他俩的不同的地方，我倒觉得说，首先还是说他们不同的这种思维方式啊。我觉得《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我是特别觉得说特别赞同、特别欣赏的一个，他那个文章的名字叫 Elon Musk 是天才，但不是政治天才啊。He's a genius, but not a political one。搞政治是要有耐心的，它不是一个硬科学的东西，因为你不能把其他的人当成一个没有感情、没有变化、他的生命无关、他的感情无关的事情。我们可以在做很多实验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比萨斜塔上扔一个球，铁球还是木球，这个东西球掉下去没事儿啊，对吧？即使那个球摔坏了 ，so what？ 但是你不能说咱拿这个。什么那个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对不对？就是说，哎，这边是5个人，这边是1个人，那你可以去搬这个杠杆，让这个火车到底压哪个，你怎么选择的这些问题，那只能作为一个思想实验，你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实验，你更不能做这个社会实验。而且政治其实最糟糕的这种东西就叫 social engineering， 就是以一个政治理论为出发点之后，这就叫意识形态。我们相信这个东西必然会带我们走向自由、进入真理的时候，咱们就这样去操作吧。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带来的浩劫比什么都大。自由民主的社会有时候看起来是非常无序混乱哈，有时候显得极端的愚蠢，就是说搞了半天什么事也做不了，然后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见识的人，为什么他们也有资格说话呢？为什么他们也要阻挠这个事情呢？这不都是我们的一个拖后腿的嘛，对吧？他们就应该被铲除吗？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头，你就不能。这就是说，一个政治文明之下呢，你就是大家都不同意的时候，好的政治家也会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想办法一边
获得尽可能多的一个共识，让这个事情往前推。一方面，你绝对不可以因为说这个事情是对的，就简简单单的可以去完全伤害对方的利益和生命。有没有伤害利益的时候？有，但是涉及到生命的时候，就很难让大家觉得服气了哈。那政治家要面对的这个事情，通常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是一个 complex。而科学家搞科技创新的人呢，他们追求的就像 Elon Musk 兜售的第一性原则式的原理，或者他是要把这个事情回归到一个非常简化到一个再不能简化的一个本质上，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方向和目标和原则，对吧？我们由这个事情来反过来推，我们应该怎么去达到那儿？那在这个 Big Beautiful Bill 这个事情上 ，Elon Musk 就是非常简单单纯的把他的第一性原理应用到这个事情上，就是我们不可以再有增加赤字的空间了。这是我们第一要务，这是我们整个的大的目标。而你没有做到的话，那我就要跟你过不去啊。但是川普即使是说认同那个第一性原理的时候，他要走的路径可能就更加的迂回和婉转，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这样去妥协的话，你压根儿就走不到那一步啊。国会是这样的哈，美国是应该是435个国会众议员嘛，对不对？他每一个议员代表的整个国家的以人口为划分的一个区域。那他们就是要从联邦的资金里头尽可能拿到给自己选区的尽可能多好处的，这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这就是民主政治代议制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精神。那Elon Musk 批评这个法案叫充斥着猪肉啊，这是一个术语叫分猪肉嘛 ，pork barrel 哈，就是说这都是大家的东西，然后大家就分就好了。这是一个看起来有时候不太讲道德感的一个事情。可是，在这样的一个400多人的复杂的互动里头，他们就像纸牌屋一样，要互相的去交换呐。我如果支持你这个，你能不能支持我这个？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的一个交换的一个有机的过程。然后最后呢，就是商量了半天，当然也有党魁，像这个众院的议长 Johnson 也在其中，也要通过一些纪律性的东西哈，来约束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党内的议员，不要太夸张、太出格啊，不要然后搞到最后大家都不高兴，他也要想办法用一些威权去让他就范。但是总体来讲，在疫情之后呢，这个预算增加的时候。增加很容易啊，一下就增加很多。但你想让它瘦身呢，那就是难上加难。为什么难上加难呢？因为就是说这是一个政府天然增长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天性。只要这个东西已经是我部门的东西，就在公司里也一样，我能够轻易减我自己的预算吗？这不可能。这最后大家商量来，最后就是咱们都加一点，对吧？你这个加一点，我这个加一点。你要想减是很难，而且那些预算背后也是有很多真实的人的生活的。也就是说，在疫情里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的机会和岗位，而且这些人可能也非常兢兢业业、忠实的在那儿工作和服务了。然后你疫情过去之后，人作为天性的，我们有一个同理心的这样的一个动物，我们知道这个有时候可能挺浪费，但是说实话，我们就这样让他回家吗？他不家里头还有4个孩子等着他养活呢？它是这样的一种长出来的东西，你不可能像切除癌症细胞一样，就今天我说切就切了。但是你说这法案有没有一些试图去改变的东西呢？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就像川普可能更像是一个在数学里头，就是说我在这个增长的斜率上，我只要不让它继续陡峭的往上爬，我能够让它慢慢的出现拐点。even 现在可能还不是真正拐点的时刻，但是我在往那个方向努力啊。否则的话，咱不是更完蛋吗？如果是你让另外一个可能更加浪费的政党上来，那不是马上又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国家继续往深渊跌落的风险就更大嘛，所以他不得不做出来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个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师是要避免 ambiguity 的啊，就是说 ambiguity 就是说这个是有不确定的一些模糊的东西。
他要把这个东西拿走之后，他才能够进入一个创造产品的过程，他才能把这个东西应用在一个东西上，出现一个创新的实质性的应用。而政治呢，其实恰恰仰赖于 ambiguity， 是因为说我们其实都还很难说清楚这个东西的前景，而且也确实没有办法预测这样的一个复杂系统会导致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得用模糊的语言想办法让大家团结在一个可以改变事情往积极方向去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合力。而这个东西伊隆马斯克这样的人是永远都不可能做到的。川普是不是能够做到呢？我们也先打个折扣，但是至少就说我觉得他在这10年来参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不得不佩服他其实是一个不仅仅是商业天才，也有相当的政治的才能。他能够在自己已经看起来被打倒到几乎不可能够再复出的情况下，在私下慢慢建立这样的 coalition 啊，更多的人去聚集在他身边。而且在他第2次选举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他身边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精英，非常多能够帮助他的人，而且赢得了更多传统上可能支持另外一个政党的很多，比如说硅谷的很多的精英的这些支持，他甚至能够赢得很多年轻人的支持。这本身其实就说明了他在这一方面，一个 Elon Musk 是一个科技天才，而川普可能更像是一个政治天才。而科技天才和政治天才几乎是不搭嘎，这两种人几乎是没有办法有可能和谐的相处的。而且实际上真正的科技天才也很少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就说爱因斯坦发明了这样的一个 E 等于 mc 方的公式啊，然后这个广义相对论这些事情呢，然后客观上实际上给原子弹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对不对？然后他一生其实都反对这样的一个核武器的使用啊，他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他所做的所有的呼吁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政治上的影响，就是这样的。甚至他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学究的环境里头，他也不是那种很有影响的人，他就是只是在他自己的理论物理上非常非常的厉害，大家也很佩服。反过来，真正造原子弹奥本海默，其实当他碰上当时的那个总统叫什么，就是麦卡锡的时代的时候，他所有曾经的这种功劳也好，在政治家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面前，轻而易举的就把你全部铲掉了，对不对？搞政治的人非常容易的就把他打倒了啊！很多人都是，以前的，我想想还有谁呀？甚至像爱迪生这样的人啊，更别说真正的特斯拉那一位啊！特斯拉连爱迪生都搞不赢，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两种人，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上，他们一个是说非常聚焦在一个事儿上，而另外一些人呢更在意的是人上。而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平衡呢，我个人倾向于放在人这一边啊。连诺基亚当年都说啊，科技以人为本嘛，对不对？我们创造的这些东西，创造了这些制度，难道是要让我们更加互相的仇恨吗？还是说我们实际上当时创造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解决人和人之间其实不容易相处的问题呢？那如果你创造了半天人和人更不容易相处的话，那其实这个科技到底是好是坏呢？其实是值得去思考一下的。而什么叫是好呢？这又回到了一个非常信仰层面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几乎是宗教式的概念，怎么去定义好？谁说了算？那我们基督徒认为，就是说，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好的，对吧？什么是好呢？其实就是爱与牺牲，就是好的，是爱上帝。爱上帝就是说，我们认同有一个绝对的真相，有一个绝对的美善，有一个绝对的美，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们必须得认为它存在。我们都可以去寻求它，但是我们都得承认，我们为的是追求那个至真至善至美的这个方向是不能变的。所以在这样的一场关于 Big Beautiful Bill 的时候，你 Elon Musk， 如果你有
一些合理的一些争论，你就说出来，你用一个更具体的东西说，但是你这个怎么去说，怎么去呈现自己观点，去参与这场辩论，你的这个风度也同样重要。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坏的手段去达到一个好的目标，这就是 again，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原则。Means can never justify ends. No， 反了。Ends can never justify the means。你用的这种方法，你说我是为了一个好的目标，所以我也可以不择手段，不行啊！你不择手段，就一定不会有美善的结果。所以这个爱神和爱人如己啊 ，again， 这个第二，这是最大的两条诫命 commandments， 这是上帝的命令。就是你爱我那个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同时你们要互相相爱啊！你得爱这些人和爱自己一样。你说伊隆马斯克和川普，我们不需要你非得有这样的叫什么 bromance 啊，兄弟般的浪漫，但是你们要互相的尊敬。你们要知道说，你不过是人，你不过是说有缺陷的人，你想的事情未必都能够合适，都能够是真的。然后你们要知道彼此的性情都是有底线的，那就要划清一个基本的一个界限哈，什么东西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东西是不可以说的。我觉得这事情其实挺重要的，所以有时候可能我甚至觉得说，川普和伊隆马斯克也许在他们彼此的身上呢，看到了一个镜像的自己啊。其实你有时候在觉得说我在跟别人斗，我在跟整个世界在对着干的时候，其实主要是你在跟自己在作战，是你心中其实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你的那种神圣性，和那个当时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所带来的罪性在搏斗。这个搏斗是一个日常的，是一个 constant。ongoing 的事情，我们每一天还在这个维度上跟自己较劲呢。那就像那个是不是哪个电影？就是王小帅还是张元拍的那个？应该是王小帅拍那个贾宏声那电影，对吧？贾宏声其实自己就他有一句话说什么？我就是要跟自己死磕到底，对吧？你跟自己死磕到底，如果说是为了真善美，这事儿是对的，但是你到底是要把这个事情简化到像工程师那样看待世界呢？就是以物为主呢？还是说我其实要考虑到我要以人为本的去创造的这个东西，对吧？所以你不至于说，如果说你就跟自己自磕，而叫跟自己死磕到底，如果这种死磕的层面没有被这样的一个目标所指引的话，人很容易就变成自残，或者像这样伊隆马斯这样暴露出来的一种不可理喻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哈。然后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骄傲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有的哈。他们也在寻求某种程度上的控制，所以这也是说明了，就是说其实你靠自己的权势也是不可靠的。如果你 Elon Musk 用你自己在推特上的粉丝去获得那么多赞，然后其实也是同时更快的暴露了你的愚昧的话，你这个诠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诠释？是一个真实的诠释吗？这个东西是不是你就因为你粉丝多，所以你胡说八道，它就有更大的威慑力和杀伤力呢？没有啊，只是让大家看到说，哎，这人实在是，他其实是一种自残。这就是我恰恰刚才说的，你自己跟自己死磕，但是你死磕错了一个方向呀。所以这事儿我真的觉得说特别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借鉴，不要把这个事情只是当成是一个这是神仙打架，跟你无关。哎，它跟我们有关。刚才说的是说，人不要靠权势，还有一条叫什么？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啊！就是说，这两个人其实都很聪明，但是他们聪明反被聪明误嘛。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主要是伊隆马斯克，他真的就是，所以说到底就是圣经上，这是完完全全一句原话，我不一定能背出来，我试一下，他叫
不靠权势，不靠聪明，单单依靠耶和华，然后后面我忘记了，反正就是说这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啊。OK， 今天的分享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希望对您的个人成长有所帮助，再见。